大家好，我是文强。3年了，老朋友了。说到老，我最近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朋友们，我39岁了。哎，就等这个反应哇！互联网上现在我已经被称为中登了。哎，我说我上海人可不可以叫摩登啊？就是我知道我看起来没那么老，让我很难受的一点就是，如果我看起来老，大家至少会尊老。但我看起来还行，所以我没有得到尊重，我光老。哎，我比翟佳宁大10岁。哎我，他们尊称他为大翟，叫我小门。很像一个奇怪的组合，大宅门。哎呦，现在别人问我岁数啊，我都不正面回答了，我都说我87年的，我让他自己算，万一他算出来29呢？但这么做也不稳妥。上次有个朋友说：“哎呦，门强，恭喜你啊，明年退休了。”我说。脱口秀演员呢都很贱。在知道我的年龄之后，一直会问我一些很古早、很刁钻的问题。蒙哥，你下过乡吗？用过粮票吗？我说没有，我用的是银子。哎，他们问起来没完没了的，烦死了！老是要给他们科普一些上个世纪的事情。我说来吧，一次性跟你们讲完，来，听好听好。在我那个年代啊，我的 QQ 号码就只有7位，加班真的有加班费。中国男足真的进过世界杯。他们只听到 QQ 7位，那你身份证呢？我说18位，他说哦，那我们一样。我说哎，不太一样，我310开头，我不。现在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了，腿脚不太好。我现在啊，只要这个腿站超过5分钟，就很容易麻。所以如果等一下我突然不讲话了，我就是演完了，但是下不去。当然了，其实虽然内心很焦虑，你们还是可以从我身上找到一些松弛感的，对不对？我的脸，皮肤松弛。尤其是我现在很多时候工作要和一些明星和爱豆同台，哇，他们的皮肤好贴好紧啊，没有毛孔的。我上一次皮肤这么好，1987年。太焦虑了，太焦虑了。我女朋友为了安慰我，她说：“不如你陪我出国旅游散散心吧，我们离开这个制造容貌焦虑的地方。”我说：“好呀，好呀。”我就答应她了。然后呢，我就陪她去了意大利。我大意，路上全是帅哥。哎，我在那边我一点都不焦虑了，我纯自卑。我们第一天到那里点菜的时候，我说：“哎，你要吃什么？”他说：“随便，都是我的菜的。”讲完他就站起来，我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去拍一些风土人情哦。”我回来相机看哪有风土，全是人情。我气死了！我当时啊，要能站得起来，我早走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治疗容貌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容貌治疗。所以今年1月，我去了一次韩国。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疑问 ，Yes I do。第5代黑钻超巨核能超声炮。不要做。医生说这个东西的副作用是会肿1个月。当时1月，我3月演专场，我说来吧 ，do。做的时候他还问我痛吗？不痛的话，我们把功率调大。我痛死了，但我没说，我一样付了钱，必须享受最大功率。所以他问我痛吗？我一边哭，一边说啊你啊。做完之后，他说：“恭喜你顶住了最大功率，由于是最大功率，所以会肿4个月。”我说，然后回来演专场的时候，我的脸肿得像猪头一样。
收到很多恶评，门腔整容失败，门腔的脸蛮化了。恶评下面也有人反击他，说不，门腔只是中年发福呢。哇，我往下翻评论，还是有懂行的人说他只是做了超声炮在恢复期，是我小号。真的很怕变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去寻求我爸的帮助，毕竟他当老人比我有经验。我说爸，我好焦虑，我39岁，马上40了，怎么办？他说，哎，你不是已经41了吗？上海人说虚岁的呀。我说不是虚1岁吗？他说哦，虚1岁那个是郊区的算法。我说你胡说八道。他说嘿嘿嘿，变老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胡说八道，你不能拿我怎么样。正巧那个时候有个很烦人的邻居来找他出去，我爸说没空在忙，那个邻居还在说你个老头子有什么好忙的，敲门。我爸就用胡说八道来拒绝社交请求，他甚至都不用好好想理由，张口就来，在忙呀，在忙呀，听得懂吗啦？哎呦，马斯克找我帮忙办积分落户。胡说八道真的有用，朋友们，那个邻居再也没来找过我爸，所以我现在有点懂了，我现在这么别扭，我怕老是因为我还不够老，等我足够老了，我也就可以不在乎，就是谁能拿一个老人怎么样？朋友们，等我足够老，我就去制裁那些不文明的人。我遇到有人插队，我就插到他前面，然后躺下。他问我干嘛，我说我住这儿，户口在这里，你想怎么样啊？你插队，我落户。恶人还得老人磨。遇到那些公共场所抽烟的人，我就过去对着他的脸，我咳嗽，我把他咳走。追着他咳，咳到他把烟掐掉，咳到他受不了，说：“哎呦，你想怎么样了？”我说：“看不出来吗？想加你好友。”其实已经讲完了，有点麻。我还是会担心自己之后变老的样子，但我觉得好在我很庆幸我有这个舞台，因为我知道我们演员站在台上，你们就只想看我们最真实的样子，对不对？对。现在就是我最真实的样子，因为4个月过了，我消肿了，谢谢大家，我是文强。大家好，我叫小海。我最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情商很低，经常嘴比脑子快。前2天我看见一个演员，他鼻子长得特别好看，我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夸他的方式。我说：“你这个鼻子，是不是做的呀？”他说：“是。”我说：“我是不是太冒犯了？”他说：“是。”我赶紧跟他说：“对不起，我是想夸你。”他说：“没事儿，我不在意。”我说：“我不信。”这就是我夸人的时候很鲁莽，道歉的时候我又很鲁豫。我工作的时候情商更低。前2天我去一个公司演出，结束了一起吃饭，旁边人我都不认识，我就开始给他讲红酒。讲完我问他，我说：“您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我是副总裁。”你们有人给领导上过课吗？有人给甲方爸爸当过爹吗？你知道当时有多尴尬吗？就一个老板在饭局上，没有人给他敬酒，只有我在教他品酒。就他平常参加饭局都是，哎，张董、李董，然后到我这儿，这个你懂不懂？更尴尬的是，他说完他是副总裁之后，我说副的呀，副的那更该学了。我真不知道我情商为啥这么低。我明明看过很多那种提高情商的书，但是没有用，没有用，书到用时方恨没有用。有点意思。因为那些情商书里净教你点没用的招儿。有一个书里教我说，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停6秒。我说停6秒，就我这脑子话停6秒，我都忘了。而且说话怎么停6秒呀？别人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情商智商都没了。
有一次我试了这个方法，我录那种带观众的播客，我说话停6秒，台上6个主播，我根本插不上话。后来视频放出来，都有人问为啥这个观众要坐在台上？真的没用，很多情商书都很水。我买了本黄渤老师的情商书，叫《黄渤的说话之道》，作者是张孝恒。我估计黄渤老师都不知道他有这本书，我估计他看到这本书都得说什么说话之道，我不知道呀。这本书的内容啊，就是整理了黄渤老师之前说过的话。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书还是《论语》。这全书第一句话就给我震撼了，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黄渤没有帅气的外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情商书第一句就没有情商。我说这玩意儿我已经会了呀，根本就没用。网上还经常给我推各种什么高情商话术，说你真是太厉害了，这个点子相当不错。这个方法我试了，特别像阴阳。有一次发完工资，我说老板，这工资也太多了吧，这怎么能花得完呀？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我现在也接受自己情商低了。但我现在真的不理解，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情商要求有点太高了。我甚至看到网上有人问，如何高情商吵架？我说吵架最重要的是高情商吗？啊，吵架最重要的那不是低素质吗？没有人吵完架说，哎，那句话也太难听了，我情商也太低了。所有人吵完架都是那句话那么难听，我咋忘了说了？真的，我觉得不用逼自己高情商。其实我觉得情商低也挺好的，因为情商低的人我们都很真诚，对吧？你看那些情商高的人，从来都不跟你说实话。我有一次去演出，有个人情商特别低，直接跟我说你牙上有菜。然后突然想起来，刚才有个高情商的人跟我说你今天的笑容很特别。真的，其实我觉得情商低真挺好的。情商低，你还更容易让别人相信你。你看那些，比如说跟领导表忠心，那些情商高的人就很难，对吧？你看关羽还得说但凭驱使，绝无二心；诸葛亮还得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飞只需要说俺也一样。我觉得真的不用逼自己高情商了，因为很多成功的人，他要是情商高了，他就成功不了了，对吧？你看，如果鲁迅见谁都夸，他成不了伟大的作家，对吧？如果乔布斯好说话，他也做不出伟大的企业；如果翟佳宁不爱骂人，他能当冠军吗？如果我没有教副总裁品酒，那该有多好！先讲，谢谢大家，小海。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传池，大家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一个黑龙江人，大学毕业那年来了上海工作，来了之后马上体会到了上海的快节奏，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了半年，刚转正就被公司裁员了。我说我这是被公司退订了吗？甚至我收到 HR 给我发来的消息的时候，我发现我跟 HR 的聊天记录一共就2条，第一条欢迎加入，第2条非常遗憾。我真的感觉时间要是再短一点，他都可以把第1条撤回。就刚转正就被裁，我都反思自己，我说我是不是平常做了什么出尔反尔的事儿遭报应了呀？我确实是不应该经常开通这个视频软件的连续包月，然后马上就取消。我赶紧像那些视频软件求我一样，就求 HR， 我说您真的要残忍的把我裁掉吗？要不再免费体验2个月呀？HR 狠心的让我离开了，同时也安慰我说：“你看开一点，是被裁了，好歹有 N+1，
说你工作的年份加上1就是我的赔偿。我觉得这个计算方式有些问题，因为我已经做完的工作，钱不都已经给我了吗？我失去的是我以后还能继续工作的机会。那 n+1的 n 为什么是我工作了多少年？那不应该是我距离退休还剩多少年吗？我知道这么说可能对有一些老员工可能不公平，但是公司走出自己什么人性化，那我就觉得应该灵活一些。你 n+1既然都叫赔偿了，那就应该哪个时间长你就按哪个时间赔。裁员只是我财富自由的第一步。以上呢就是我被裁了之后的一些幻想。被裁了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不敢回家。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跟家里说我要去上海打拼，结果半年就回家了。进门我爸就得问我说：“怎么儿子，公司放暑假了？”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公司下半年让我自习。而且被裁之后，我才意识到，就失业这个事情，在我们家竟然是一种传承。我爸当年27岁下岗，我24岁被裁员。真的，我们爷俩失业的岁数加一起都到不了退休年龄。那子承父业，成的是失业，爷俩凑不出来一个社保。又不敢回家，我也没有找到新工作，我最后去投靠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大学同学，叫江哥。那段时间活得就非常谨慎，就因为我明明在黑龙江，我要跟家里假装我在上海，有一种回黑龙江潜伏的感觉。每天早上一睁眼特别割裂，说我弟家在东北黄浦江上。每年秋天我家会给我邮很多吃的，说到了秋天需要贴秋膘。那段时间我妈有一回把一整箱的哈尔滨红肠从黑龙江给我邮到了上海，我再托朋友从上海给我邮回黑龙江，是吧？我说今年这个贴的秋膘还是个回旋镖，是吧？一个快递整整发了6天，最后是个省内快递。我在那拆快递的时候，我江哥在嘲笑我，他说这个红肠跟你一样啊，去上海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红肠在提醒你，我厂上回家看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越来越容易被发现，因为到了冬天，上海和黑龙江的温差实在是太大了。我妈有一天给我打视频电话，她打着打着就问我，她说：“上海现在这么冷吗？怎么你一张嘴嘴里还冒哈气呢？”我赶紧跟她狡辩，我说：“啊，我可能就是有一些发烧。”我后来查了一下，我如果想要在零上12度的上海，因为发烧张嘴冒哈气的话，我得烧开。在朋友那儿住的也不是非常顺利，他本来跟我说你来了就随便住，无所谓，人家当时就是客气客气。我真往心里去了，我住了半年，我住到后来他都开始点我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他客厅里看电影，我说这是什么片子？他说这是一个得过奥斯卡的韩国电影，叫《寄生虫》。非要拉着我一起看，看完之后还问我什么感受。我说我想把我爸我妈接过来一块儿住。我看完那个电影，我就开始思考，我感觉被那个电影点透了。那谁还不是个寄生虫啊？我看开了，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寄生在学校，工作以后寄生在公司，我今天开始打算寄生在喜单。喜剧之王单口记嘛，你知道？我可能就是爱当寄生虫。我那天晚上决定回上海了。我甚至给我这个心态找到了一个出处，就有句古话说得好，我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那寄蜉蝣就是寄生虫，渺沧海就是去上海。我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确定了我再回到上海之后的目标。我现在就是寄蜉蝣于新天地，讲脱口秀来爱奇艺。讲完了，谢谢你们，暂时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叫杨子儿。毕业工作个2年，太累了，不干了。我现在就想找一个那种有钱没活的工作。
找过一个在大学城的文具店看店的活啊，老板说每个月底薪3000，但是绩效是店里当月流水的10%。我寻思这也太大方了，我第一个月到手3002块7，2块7那叫绩效吗？那不是给我底薪扔余额宝里了吗？老板倒是很年轻，没什么创业经验，刚上大2。我见他第一面我就知道我来对了，这地方绝对啥事没有。我就没见过哪家忙碌的公司，老板办公桌上挂着4级必过的。我见过大资本家，还头一回见男大资本家。人别的老板都是那种不苟言笑、难以接近，他成天呲个大牙往那一杵，你就感觉拉布布活了。拉布布白天都在学校上课，跟我说万一学校有人买货，就打电话叫我去送货。早上8点钟跟我说的，下午4点才打来第一个电话，着急忙慌的。我寻思来什么活了吗？他说他作业忘带了。天天在这上班，啥事儿没有。就连一个能勾心斗角的同事都没有。刚来的时候，店里还有一个财务姐姐，也就是老板的母亲。后来财务也离职了，据说是和老板理念不合。老板一直想引进一台进口设备，但是财务不给他买，死背2。后来店里还招过一个年近70的大爷，大爷来的时候因为刚退休，在家闲得难受，干了1个月也不干了，因为在这儿闲得难受。我跟大爷共事那段时间，我就见他干过一件事，吹笛子，吹的那叫一个好啊！我就在边上看小说，我俩一个调素琴，一个月金经。真的，你们根本都想不到这地方得闲成啥样啊！就大爷来上班之前，他都不会吹笛子。我们店里卖的主要就是那些建筑学学生做模型用的材料啊，也就是我的老板做模型用的材料。我支持大学生创业，但我的老板真是让我看不到任何能运营好一家公司的潜力啊！我们店里卖的一管胶水，9块5进，7块5卖，得亏是让我发现了，不然我们的进货商能来找我们进货。成天看孩子这样，就总忍不住想帮一把啊！这毕竟我虚长他12岁嘛。但孩子是真啥也整不明白啊！我们店里卖的那种白卡纸板，这东西非常容易受潮，受潮就会变形，变形它就废了。我就眼睁睁看着我大2的老板进一批扔一批，进一批扔一批，他想不到任何的办法。有一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顺手买了2防潮箱子给板子装进去了。没想到他跟我说：“哎呦，我杨哥太帅了！”你说我咋就想不到呢？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有啥想不到的？那东西潮了，咱得防潮。你说咱都大2了，你说咋的？这是大3的知识吗？还是怎么的？但是他夸的有点太真诚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要来店里，就会盯着那2防潮箱子，欣赏，一边欣赏一边夸我。他夸的有点太狠了，给我夸的感觉那2防潮箱子是我发明的。偏偏我又是那种不经夸的人，他一夸我，我就想干点啥。所以后来我又陆续发明过垃圾桶、拖布，在别的地方累死累活的当个牛马，到这啥也没干，当上牛顿了。成就感一旦来的太轻松了，就很容易产生依赖性，啊，慢慢我干的活越来越多，干点啥他都杨哥太帅了。有的时候我刷着蕊炮骂我，我都得上会儿班缓缓，太治愈了。解忧文具店。你在这块擦个地，哎，杨哥太帅了。
你倒个垃圾，杨哥太帅了。哎，杨哥也没干啥，哎，就是越来越帅了。原来劳动才是杨哥最好的医美。一个年下的老板夸人的方式就是这么有理，切匮乏。我们店里有一台做模型用的激光切割机，老板一直不会用，我一上手就研究明白了，给孩子激动坏了，指着我就喊：“哎，我杨哥！哎，我杨哥，你就我爹！”朋友们，我是上过正经班的，但我从来没听过一个老板这么纯粹的夸赞。怎么老板还可以这么提拔员工吗？没给我涨薪，直接涨辈儿了。果然机器好使了之后，就有他的同学来店里求着他用那台机器，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狂暴。每次有他的朋友来店里，他只会跟他说2个字：叫爹。那段时间每天上班都能固定多几个孙子出来，上班上出了一种子孙满堂的感觉。我寻思，你作为一个老板，你给我开支就行了，你不用给我散叶啊。但没想到后来单子越来越多，可店里就我一个人，我又得接单，又得生产，又得送货的，我根本就忙活不过来。后来我又开始加班，加到后半夜3、4点钟啊，我大2的老板一丁点忙也帮不上，因为他们查寝。真的那段时间给我累的，我心脏都疼。我寻思不能这么干了，别最后他创业未半，我中道崩殂了。干了1个月，店里挣着钱了，老板对我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也不夸杨哥帅了，见着我不错啊，杨哥好好干。不是他跟谁学的呀？怎么挣着钱了，突然就变成一个老板了？好在我每个月有店里10%流水的绩效。但是他说杨哥，我们店最近准备扩张，账上暂时没钱了。账上没钱了，那你手里那台 Switch 2是哪儿来的？他甚至学会给员工画饼了，跟我说杨哥，你只要好好干，等新店开了，我就让你当店长。当上店长了，1个月没白忙活，但1个月以前杨哥当的不是爹吗？果然，当老板的挣着钱就变了，而我依然想找一份有钱没活的工作。谢谢大家，我杨导。作为西安新朋友，有必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刚刚主持人介绍了，在北大读书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听到这个 title， 朋友会说啊，那你踢球踢得一定很好。我说其实就那样吧，踢球真踢得好能进国家队。他说不对吧，真踢得好不应该能进世界杯吗？我知道进过世界，我也想写中国队进世界杯的段子，哥们儿那年没出生就是。在队里的位置是守门员，大家会对这个位置有很多刻板印象，总觉得我们很闲。朋友跟我说他也想当守门员，理由是这样看球可以不用买票。足球里面存在感最强的是前锋，聊天说到前锋，大家知道，哎 ，C 罗、梅西、内马尔。聊天说到守门员，大家聊天说不到守门员。我身边最知名的守门员是西红柿首富里的王多鱼。最好的前锋身价2个亿，最好的守门员身价只有4500万，但守门员守到最好可以瓦解那2个亿。西班牙吭哧瘪肚踢90分钟佛得角守门员，家人们给你把价格打下来了。
守门员真挺重要的，我们在后场得指挥防守，得叫人回来回防，很费嗓子。而且球队防守越差，我们嗓门就越大。我是真见过那种弱队踢球，2个守门员能隔着球场落他5毛钱，也不用动，纯喊。2个人往那一站，跟看大门似的，就球来了，这个不让进，那个不让进，但淘宝闪购可以进。打开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我都想跟他们拼了。我也得喊队友防守，但队里有那种大哥，我这个人又有点蔫儿，这会让整个场景变得很尴尬。你得喊得大声，因为球场大，但你又得保持谦卑，因为大哥大。人怎么可能又大声又谦卑？你得喊什么你才能皇上吉祥？就是。之前跟一种国家青年队的球员踢过球，脚下技术非常细腻，踢得非常好，一场比赛能进我4个球，也是踢完那场比赛才变成的国家青年队的队员。现在面对我的选手眼里有光了，守门员都想上来2脚，以为是最佳守门员，结果是桃李满天下。但那场比赛我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有一张我很喜欢的照片，是哥们整个人飞起来单场扑球，哎呦，我把那张照片，我说哥们真是太帅了，小普罗米修斯。但那球进了。守门员就是这样，同一个动作守住了，一夫当关；没守住，欢迎光临。小时候练球，教练跟我说守门员是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你得守住底线。我说好的，教练。然后他就开始教我用垃圾话干扰前锋，偷偷踩人家的脚后跟儿。当开始叫我吐口水的时候，我说教练，咱们要不先守一下道德的底线？我一直觉得用垃圾话干扰对手是一个比较低级的技巧。我现在踢大学生联赛还是得有点素质。像对手现在进攻过来，我往那一站，我说工作找到了吗？保研成功了吗？这招也不能多用，因为用完对手啥事没有，队友给整糊了。但守门员其实是整个队里训练最累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得练射门。我们队30个人得踢300脚，他们踢进我才能下班，一直踢不进。你站在门前，你就开始替他着急。我头一次在门里，我说哥们儿，你们往门里踢呀！干啥呢？老踢不进，踢进了咱们下班了。哎，你们一个人浪费1分钟。好不容易守住了一个很漂亮的球，翻开录像，解说给我来一句：“哎呦，这脚打得真是精彩绝伦，可惜守门员发挥神勇。”可惜什么？哥们儿不是在拯救球队吗？你搁这可惜上，平时也这么说话吗？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可惜大夫妙手回春。我最喜欢的球员是巴西队的守门员阿利松，没什么人认识，这个名字给人一种可以治感冒的感觉。上届世界杯巴西队点球大战被淘汰了，大家骂他没守住，我朋友不看球都跟着骂了3个月，很难受。后面我找朋友我说你们能不能别骂阿里松？他问我谁是阿里松？也问过那些调侃我的朋友，我说你们有想过足球比赛如果没有守门员会怎么样？他说会很精彩，89比72。但守门员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职业生涯比较长，毕竟能守住底线的人才能留到最后。像世界杯佛得角的守门员，他坚持到40岁才一战成名。我很想活成他那样，虽然希望渺茫，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至少也可以像他那样活到40岁。讲完了，我叫喵喵，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愿望，我想上恋综，因为我一直以来想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我现在已经谈过1次了 ，normal。但是其实我在谈过恋爱之前呢，我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哎，反应很快哦。大概5年之前啊，有一个恋综，他们专门找那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找母胎单身的人，有人还有印象吗？我当时就报名了，报了名之后已经开始幻想了，我说到时候4个男嘉宾，
我追着他们玩儿，我这么玩儿，报名没通过，先把我玩了。那个导演拒绝我的理由是，他说我太重量级了。我刚开始都没听懂，我说我还是个素人呢。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想阴阳怪气谁不会呀？我说节目体量这么小吗？这综艺不是 S 级吗？是小马的 S 啊！后来这个节目播了，我去看了，因为我单纯想知道他们没有选我，选了什么样的货色，太失望了。女生太漂亮了，男生太正常了，跟别的恋综没有区别。我不知道你们啊，但如果我要去看一个打着旗号为母胎单身的恋综的话，我是不期待看到好看的人的。我不希望点开之后是啊，这没谈过，不可能吧？我期待的是，不可能谈过。而且那个节目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一直单身到现在呀？他们都说没事耶，没有碰到合适的，装货。这个理由太假了吧，而且也太不牡丹了吧！如果让我上，我就会给出一个诚实的回答，不知道啊。一直在找，我绞尽脑汁，全世界的找啊！喜欢我的我看不上，我喜欢的又太多了。就是他那个节目，就是这种找人思路就容易出问题啊，确实出问题了。那个节目竟然有人塌房。哎，刚播的时候就被爆出来，里面长得最帅的那个男嘉宾之前谈过恋爱。我说哇哦，好意外哈！你找我就没有这个风险呢？真的，就算热搜上爆出来说七七以前谈过恋爱，玩弄过很多男人，伤过很多男人的心，根本没有人相信。你们只会在心里想，嘿，他自己买的吧，这是啊。我也根本不需要澄清哈，那些男的自会出来告我。其实说实话，我对那个恋综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真实的牡丹群体缺乏调研。真的，母胎单身想要什么样的恋爱呀？要命定的缘分，坚定的选择，要我心门紧锁，他破门而入。赶也赶不走，就是要爱我，好烦呐！就那个节目上，虽然都是俊男美女啊，但都是牡丹，都想要这种入室抢劫的爱情，那都想被抢，谁去抢别人啊？整个节目没有暧昧氛围，没有你争我抢，像几个柳下惠在那孔融让梨。他们一起去海边玩，海边多浪漫呐！结果女生走一块儿，男生走一块儿。我说干嘛呀？课间上厕所呀？这个节目根本就不懂牡丹，他设置那些普通的环节，想让他们拉扯。牡丹拉扯，牡丹哪会拉扯？去海底捞都不点扯面的。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不如让我来做，我要做我就做大体量的节目，不做 S 级，做 XL 级。我牡丹了太多年了，我属于是那个牡丹专家。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我对这个恋综的规划。准备好了吗 ？Follow me。第一次见面，先破冰。
直接亲嘴儿。相信我，这个就是最适合牡丹的。要先把他们那个压抑的问题解决一下。而且这样的话，就算最后没有谈上，哈哈，也不白来。可能有一些人心里在想了，有些冒昧吧？哎，你管那个，就说想不想看吧。那大家确实没经验嘛，不会弹也没关系。歌手不是有那个帮帮唱吗？咱们整那个帮帮弹。你找一对海王海后，而且海王海后一定要找那种真心实意收徒的。你们懂吧？有一些人总是说不知道啊，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这种就不行啊。而且咱们可以找明星来当海王海后，也比较有流量嘛。女明星的话，可以找那个潇洒小姐。男明星的话，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你们想，这个到时候多精彩呀！到时候后采的时候问牡丹的女生说：“她都教你什么了？”她说：“我很好，让我要自信，而且一定要去爱一个会肯定自己的人。然后呢，我爱上老师了。”至于那几个牡丹的男生啊，我发现他们已经进化了，他们已经不再空气投篮了，他们开始整那个破碎感。有人喜欢那个男人的破碎感吗？嘿，我也很讨厌，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在利用我们的同情心给他们当妈。真的，要我说，不如空气投篮。是不是大哥？真的，咱们实话实说，哎，空气投篮至少说明这个男的他，哎，身体好，他跳得起来，虽然愚蠢，但是清澈，并且很真实啊，破碎感就很做作。这种呢，就让海王带着他们自我反思，每天全员附送。我不特别，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卑又自大，没有读过几本书却感到很痛苦，但又无法表达，因为我没有读过几本书。我在网络上用脆弱和文艺伪装自己，其实我只想看看腿。好，讲完了再喊啊！我其实还挺想上自己这个恋综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别的恋综也可以啊。恋综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就要开始策划别的恋综了。要我策划，全部亲嘴儿，其他综艺都亲嘴儿，喜丹亲嘴儿，观众你们也亲嘴儿。哎，你管他好不好笑啊，都不白来，是不是？这个是开玩笑的，是开玩笑的。恋综确实解决不了真正的恋爱问题，只能靠自己打开心门，勇敢的去靠近他人，真实的去体验，幸福也好，受伤也好，人生一趟都不白来。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老王。我今年33岁，30岁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
很累很累，是的，是的。成绩差的人也是累的。主要是反馈很奇怪，都来自于弹幕。很多发弹幕朋友很极端，你知道吗？要不夸我夸的看不懂，说从我段子里面看到那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要不不看段子，主要帮演员调整体态。说我脖子短，是乌龟颈，乌龟的脖子，骂人太难听了。但你有没有看过乌龟吃东西？乌龟脖子不短的，乌龟是穿搭问题。我是纯短。还有那种网上那种帖子莫名其妙说哪个脱口秀演员脖子最短呀？下面评论大老王八。好像大家确实在大城市都很在乎体重、体态这些。我也经常减肥，看不太懂很多减肥的帖子，说少吃点儿。朋友说你吃到8分饱不就好了？我说吃到8分饱了，那剩下的92分怎么办啊？我其实真的，我特别讨厌是那种减肥成功的人，很烦。你有时候跟他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吧。他说，抱歉，我没有热量缺口，我没有热量缺口了。我把你腿卸了就有了。但你跟你的胖子朋友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他说抱歉我在减肥。你跟他说明天再减，说行。谁说胖子不爱运动的？这不是给台阶就下吗？很喜欢胖的朋友很会安慰人。你有时候就是抱怨1个月1斤没瘦，那种减肥成功的朋友就会说那种屁话。你真的做到干净饮食了吗？你真的做到好好休息了吗？你真的做到天天好好运动？你真的有为自己拼命吗？我说你是谁呀？你是多邻国呀？我觉得胖子是有好处的，因为胖子不参与美丑的竞争，对吧？胖子长都差不多的。我有时候看宣传照是分不清楚我跟刘仁成的。我理解不了那种减肥纯为了变帅的人。我认为减肥等于瘦，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等于健康，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有可能会丑得更清晰，是吧？但你要说你从小胖到大，想瘦一次看看，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也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我不是从小胖到大的人，我是20岁才开始变胖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见过自己最帅的时候什么样，一般。没必要的，我挺忙的，朋友，30多了，工作、生活、家庭一团糟，决定花足够多时间减肥，终于瘦到自己颜值的顶楼，一开电梯门，B2。而且饮食也定型了，因为我是内蒙人，从小到大就是羊肉、碳水，不怎么吃蔬菜，唯一的蔬菜是土豆。近些年才知道也是碳水。我们这个土豆怎么吃？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会拿高压锅压一锅羊肉，然后羊肉捞出来会剩下一锅纯粹的羊油，羊油炖土豆。你别管现在几点，谁吃谁午睡。在内蒙特别爱吃麦当劳，解腻。所以我完全知道为什么瘦不下来，我真的太爱吃了，我是那种吃到好吃东西会失忆的人。我吃了吗？开心。但就是这样，对吧？你年纪越来越大，你代谢越来越差，你就是身体会越来越差。我身体变差的很清晰，1年会有一个新的毛病。30岁那年脂肪肝，31岁颈椎病，32岁失眠，然后因为这些意外的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因为脂肪肝开始运动，因为颈椎病开始不低头玩手机，因为失眠开始早睡早起，太有意思了。我现在好习惯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差。
你问我怎么养成这么多好习惯的？我说首先你得有一个坏身体。我说怎么身体差的收益这么高吗？我现在有点期待我的80岁了，成为自律博主。80岁高能量乌龟颈男孩自律的一天。人就是会越长大越发现真实的自己。我慢慢发现，真实的我就是狼人杀里的村民，那种白天瞎忙活，晚上倒头就睡，没有任何技能，所有人看到你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好人。最擅长的事情是站错队，所以你跟同行也很难交流，因为大家作息完全不一样。同行基本上早晨6点睡，我6点醒，他们像给我守夜的。我想跟同行聊天，只能晚上我起夜的时候。前两天3点多给零剪辑回消息，零剪辑很震撼，说：“王哥，你怎么还没睡？”我说：“我去上厕所。”他说：“王哥，原来你用的是企业微信。”我很怕30岁不成功，怕着怕着就33了，发现不成功是不会死的。30而立是不是就是 PUA 我们的话术，告诉我们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儿？做不到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你发现一旦30不立，你就是可以做任何事儿的。一旦30不立，其实你就可以31立，或者32立，然后33直接知天命。35岁被优化，3个6开，3、7、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80岁成为自律博主，偷偷吃羊油炖土豆。我媳妇儿说你是不是馋疯了？我说你有没有从我的段子中感受到一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嗨，大家好，我是佳。我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贝斯手。但其实你们能分得清楚吉他跟贝斯吗？分不清。我身边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甚至有人会问我说：“你的贝斯是吉他吗？”我说：“你的爸爸是妈妈吗？”他说：“我以为你们乐器也分地区，南方叫贝斯，北方叫吉他。”我说：“那我住在秦岭淮河，该不会弹的叫贝吉他吧？”干摇滚乐很不挣钱，所以我身边很多的乐手朋友的经济常识非常的贫瘠。今年3月份我们演出，我问他们，我说：“你们退税了吗？”我队友说：“摇滚乐不需要退税。”我说：“我退了2000。”他说：“啊，快教我。”当时就帮我朋友退了500块钱，他整个人特别兴奋，他说：“哇，齐友你也太厉害了，你都会钻上面空子了。”我说这个钱是正规途径，是国家本来就应该给我们的。他说都懂都懂，我就知道他没懂。他跟所有人说国家今年要给每个乐手发500块钱。就会有人过来问我说听说今年有那个摇滚乐补助，去哪儿领？我说对对对，今年干摇滚有国补。那天帮很多朋友退到税，所以那天整个晚上，整个 live house 所有摇滚乐手全在退税。整个国家最叛逆的一群人在干最遵纪守法的一件事。同样是艺人，有的明星偷税漏税，摇滚乐手不会退税。但是有的乐手退税就退税吧，非得装酷，跟我说自己注册不成功。我一看，姓名那栏给我填了网名。我说你填这个，国家应该不敢给你退吧？哈，北京摇滚地下之王。我说就算退了你也收不到，这个钱应该退给窦唯了吧？
最后终于注册好了，跟我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退过税。我说 OK 哈，突然发现哥们儿多想，根本没到起征点呢。家里都没米了，还担心一会儿晕碳呢啊！中间还问我怎么合理避税，根本就没有，你有什么税要避啊？一个摇滚乐手，如果你非要避的话，只用避一个税，就是避免和粉丝睡。我觉得太不酷了，你不知道可以退的吧？我说可以退，你就开始想着避税。我觉得逃避太不酷，咱们干摇滚的应该迎难而上。我们不仅不应该合理避税，我们应该非法纳税。没到起征点不管，去税务局扔2千就跑。确实很穷，但我觉得穷是摇滚乐的精神之一，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穷，你只是很摇滚。你穿的不是2手衣服，是新裤子。住的更不是什么合租房，是万能青年旅店。在我眼里，我觉得干摇滚挣不到钱是件很浪漫的事情，琼瑶。我觉得摇滚乐手就应该穷，穷的时候我写的歌词就非常真挚的穷。我最爱去的唱片店，他也没撑过那个夏天。为啥没撑过？因为他只看不买。那么火了之后，他写的歌词虽然也很穷，但你总感觉他偷偷接商务了。可是我把吃卖了。啊？下一句呢？该不会是什么2手车买卖哪里好吧？那当然是。哎，等什么呢？我可没接商务。不挣钱，所以不能挑活，所以接过一些奇怪的演出。我们接过一个景区的活，到了发现这个景区是一个寺庙。我说怪不得问主办我们今天在哪演，他说我们在一个 live house。哇，那天整个庙里面除了没头发的，就是长头发。小和尚其实不理解。他说：“你们这6根弦的乐器怎么这么吵？不是说6根清净吗？”我觉得小和尚都绝望了，他可能想这就是绝望的禅意吧。就感觉我们在这儿演摇滚乐特别不合适，感觉那个被杀死的石家庄人立刻就往生了。而且总感觉我们想跟寺庙比一比，就虽然有轮回，但摇滚不死。那个景区离我家很近，所以我妈带着亲戚们来看我的演出了。你知道东亚小孩一辈子的课题，只要亲戚们在底下看着你，哪怕你在演摇滚乐，你都没法大大方方的。那天全程我队友很愤怒，而我很羞涩。梁山来了个林妹妹，他们在那摇滚不死，我说我说绕坑走。其实我对我妈的感情很拧巴，因为我妈一开始完全不支持我干摇滚，她觉得不挣钱嘛。但我妈越不支持我就越反抗，越反抗我就越摇滚。但一旦我妈认可我的话，就显得我干摇滚这个事儿吧特别孝顺。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虽然我妈一言不发，但会不会我妈其实内心已经认可我了？会不会我演出到家就看到我妈给我买了一把崭新的琴？如果真的看到我，就会眼含热泪对我妈说：“我说妈，你买的这是吉他。”但事实我妈那天什么也没有说。我就问她，我说妈，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吧？我妈说不是，我来庙里上香的。我说许了什么愿呀？她说不重要，因为她自己已经实现了。给你们我叫。Hello， 大家下午好。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哎，我叫曾勇，我从小是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面。直到我长大一点出去读书，我才发现我特别的土。我记得当时我其他的同学都穿上那个名牌鞋，
我穿的是那个山寨鞋，不是假鞋，是我们山寨自己做的鞋。还有一个特点是，你们也看得出来，我长得特别黑，从小黑到大。哎，小时候我为了变白，我也悄悄用过我们云南的一些配方。小时候给自己喷那个某南白药，确实有用。喷完之后，没有人说我黑了，都说我体味重。哎，记得当时读书的时候，有人传说我长得黑，说我特别不好惹。听说我在道上有很多兄弟。哎，当时我社会都没出过呀。我当时想的是，他说的那个道，不会说的是那个赤道吧？赤道。那些兄弟名字叫几内亚。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之后，我会在感情里面比较自卑，我也一直没谈过恋爱。直到我20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她非常的优秀，她在这个中科院的昆明动物所读博，还985的硕士。所以刚开始我跟大家的疑问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得上我。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的科研方向是东南亚人口种族发展进化与变迁。怪不得刚跟我在一起就说要救了父母。但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科研方向嘛。哎，他问我说：“张勇，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家族的族谱、民族的族谱呀？”我当时在想，这女孩不一般呀啊！看上我这个高贵的哈尼族血统。我还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着急嘛，你都还没有毕业的嘛。”后来我才知道，没有我家的族谱，他毕不了业。到我知道他的科研方向之后，我觉得不应该自卑，我该自信，是他需要我，是科学需要我。我就很坚决的跟他说：“我说要不我们分手吧，你一直在利用我。”他说：“好的，反正我快毕业了。”所以这段感情因为这种原因最后分手了，但我感觉这段感情里我是成功的，因为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告诉过他我家祖坟在哪里。就经历了这些生活之后，我会想去做出一些改变，你知道吗？我去年开始上节目之后，会开始了解一些皮肤管理项目。就比如那个光子嫩肤。啊，你们看得出来，光子的确遇到对手了啊。还有时候我也开始买很多潮牌，就比如去年最流行的那个做旧风。哎，我买完之后穿上那个做旧风啊，像别人捐给我们山区的衣服，你知道吗？而且我可以把所有牌子的潮牌的衣服穿成我们民族的风格，就都说民族的是世界的嘛，我可以把所有世界的穿成民族的。就是不是这些改变还不够？我是不是在想离那些精致的生活太远了？那我也开始了解那些所谓的精英中产在流行什么项目运动，我也开始去了解那个高尔夫球。我真的有一次去打了那个高尔夫球，我就才打了2分钟之后呢，我就立马发了朋友圈。我发完朋友圈之后呢，有个朋友在底下评论到说：“是不是主人玩累了，让你玩一会儿？”我很生气啊！打球什么累的嘛？刚刚捡球的时候才累。所以经历过这个事之后，我打高尔夫球的心态都变了。我不是想把它打入洞好，我是觉得打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让那个捡球的球童辛苦一点。哎，想不到那个球童呀，开着个铲车就把所有的球都吸下来了。我在想，果然我的人生再怎么努力，就是干不过有产阶级。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好玩的，它甚至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弹玻璃珠、弹玻璃球。哎，我都在想，是不是这些人长大了、有钱了，不好意思趴在地上玩，才有了高尔夫球，你知道吗？而且我经历过这些之后，有些时候就是觉得不用刻意改变，做自己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在生活中，比起所谓高贵的高尔夫球，我更喜欢弹那个玻璃珠。哎，主要是我弹玻璃珠的时候，没人会走过来跟我说：“是不是主人玩累了，让你玩一会儿啊？”好，今天讲到这里，现在真要。
嘿、hey, 大家好，我是李卓言，2楼的朋友李卓言，我是嗨。今天想要讲讲纹身，不用担心啊，我问过了，是可以讲的啊。我纹身是为了当一个狠人。我是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当时我也是短发，会比现在再长一点点，但由于我长得有男有女的，所以在别人眼里我可以是短发女，但通常是个长发男。所以男生愿意跟我玩嘛，但都挺没轻没重的。有一次他们拿了我的手机去玩，真的是玩手机，那群弱智仔抛接我的小灵通。那手机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我根本够不着啊！他们还边抛边说：“李卓言咋不接电话？”我咋接啊？这不都飞行模式了吗？我去找老师嘛，老师帮我把手机拿回来了，然后顺便把它没收了。说学校本来就不让带手机，我说班长不也带了吗？他说人家班长成绩好，不会影响学习。我说也没影响我的呀，我不一直垫底吗？他说如果想要拿手机回去的话，只能叫家长。我当时打了一圈电话，叫来了我大伯。我印象中大伯的脸一直是红的，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酗酒，还以为是因为他仁义。他当时耳朵夹着一根烟，露着满手的纹身，就这么来了学校。虽然他抽烟喝酒纹身，但大伯是个好男孩。因为他不仅帮我把手机拿回来，还把那些男生给唬住了，指着他们问我说：“阿言呢？想玩他们的手机吗？”我狗仗人势，我说不用了，我不玩二手的。以前我以为在学校里面只有成为了学霸或者校霸才不会被找麻烦。我不想当校霸欺负别人，当学霸过程太漫长。要不我当大伯吧，纹个身就好了呀。因为同样是墨水，刺在皮肤上，比装进肚子里要快得多了。学习我得日日夜夜头悬梁。但纹身只需1个小时锥刺股。所以我就决定要去纹身，要当大伯。之所以为什么不选抽烟喝酒，是因为这些都要持续购买，是个消费陷阱。纹身一次管一辈子是长期主义啊。但我的钱不多，我只能去那种最便宜的纹身店。就一般的纹身店会称自己为工作室，我去的那个只能称为窝点。就是那种从正什么鸡排跟蜜什么冰城中间的楼梯上去，在2楼，挺隐秘。我一开始也差点没找到，幸好水王用甜筒指着。那纹身师把我赶走，他不让未成年人纹身。他说：“你好歹把校服脱了再上来。”我说：“我高3了，18了。”他说：“你别撒谎了，你连喉结都没长出来。”后来没办法，就买了纹身贴。成年后也考虑过纹身。我本来想直接纹那种霸气的图案，什么青龙白虎那些，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有品味。我想纹小狗，哎，小狗也很凶啊，吉娃娃咬人也很痛的，我纹的时候还特意没拴绳的。我一直在经营我这个狠人人设嘛，我不抽烟的，但如果有人给我递烟的话，我就会说我戒了。怕别人知道我酒量差，我也说戒了。反正来什么戒什么。直到开始有人传说李卓言啥都沾过。后来我纹身贴的越来越多啊，因为相信只要我看上去够狠，就没人敢来找我麻烦。但可能看着有点太狠了，就是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真的会来找我。
有次演出嘛，一个工作人员过来找我帮忙，说有个醉汉非要进剧场。哎，那醉汉闹事儿我也怕呀。我当时看着手上那只小狗，哇，好可爱。我开始期待能有一个奇迹，就是这只狗可以跳出来，然后为了我变成狼人模样。我只能硬着头皮过去了。我边走边卷袖子，想要露出更多纹身，即使我穿的已经是一件短袖了，所以看着特别滑稽，像是一个鼓起勇气去打疫苗的小孩。我也不敢起冲突，想跟他讲道理，但对方太醉了，无论我讲什么，他都只重复一句“我朋友在里面”。我说：“你让他出来接你嘛，我朋友在里面”，逼得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我说：“你朋友不要你了。”我俩就这么一来一回，持续了起码5分钟，像是一对糟糕的漫才组合。他人走之后，工作人员过来跟我说：“哎呀，幸好你来了。”但是我挺后怕的，我跟他说：“下次这种事要不先找别人吧。”然后他说：“其实我问一圈了，只有你肯来。”我当时就愣住了。对呀，保安咋没来呢？其实纹身没有让我变成一个狠人，它只是我对大伯的一场 cosplay。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到处添油加醋的说我有多狠多狠，但也一次都没提过我的纹身。所以我再想想哈，我可能之所以觉得大伯狠，可能也不是因为他的纹身，而是因为那天在学校里面我打了1圈的电话，只有他肯来。讲完了，谢谢大伯，也谢谢你们。大家好，我叫陈爱。其实我比正常人少了个东西，不是脑子啊，是阑尾。因为我之前不想上学，就装病切了。对，因为上学的时候一直有个女生欺负我，然后有一次学校春游，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吃的被她扔了，就没吃饭。然后下午走着走着就觉得肚子有点疼，捂着就蹲下了。当时老师和同学都来看我，就连那个欺负我的女生也假装关心我。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但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不能好。然后我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给我检查的是一个年轻医生，他就用手在我肚子附近到处按，问我哪儿疼，但我根本说不出来。本来我以为要被拆穿了，结果那个医生特别负责，他看我支支吾吾，还以为自己按太轻了，就开始使劲儿，然后就不用装了，按哪儿都疼。查到后来，我妈都想制止，说医生别查了，我们快治不起了。但还是没有结果。我看见那医生脸上出现质疑，他可能想怎么自己学到的知识，就是不能准确找到我的病根儿，因为病根儿在6年3班倒数第2排。摁我没用，你得摁住他。然后我为了不被欺负，就天天装病，说难受。我妈带我去不同的医院检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见证了演员的诞生。首先疼这个事儿，光说我妈是不信的，要一边捂着肚子，再配上一点痛苦的表情。我当时就知道我妈不吃文本。吃呈现。去检查的时候要注意，尽量说得很模糊，有点疼，但又好像没那么疼。医生说你一般什么时间疼？我不能告诉他周1到周5疼。那段时间不光磨练了演技，也在跟不同医生交手的时候学知识，已经能正确找到胃、阑尾、盲肠的位置。所以我也没耽误学习，
他们还在上小学，我都学专业课了。最后其实确诊为阑尾炎，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没办法查这么细。开始给我输液，我很喜欢。虽然手上挂着点滴，行动不便，但一想到不用去学校，就很自由。我当时就明白，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点滴的自由。但医生坐不住了，他看我打了2个月针都没好，就提议手术。本来我是怕开刀的，直到我妈跟我商量说，你要想好，手术加上恢复，又得1个月不能上学。我心想，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开始吧，再拖就要暑假了。最后手术的时候，医生是从我肚子里取出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健康的阑尾，但我也不会被拆穿，因为我感觉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他比我更需要保守这个秘密。术后扔掉那个阑尾，我妈还看了一眼，她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都萎缩发黑，就我的那么健康。可能因为有些东西跟人一样，看着挺好，但里头已经烂了。然后这个事儿过了很久，直到前几年《黑暗荣耀》播出的时候，我哭了。尤其看到文东恩身上那么多疤，想到我自己，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阑尾的疤。因为他很会打我，能既让我疼，又不把我打坏。因为比起打坏我，他更享受那种让我害怕他的感觉。经常跟我说，信不信我揍你？他不想当个坏人，他想给我当妈。然后，所以你们可能觉得这事儿有点夸张，但我始终觉得我是赚的。因为比起开刀，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打的恐惧，更让我痛苦。所以我这也是一种自保，就像壁虎断尾，只不过我断的是阑尾。我知道讲到这儿，你们可能会有点心疼我，那你们就心疼一会儿。但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就是去年那个女生的爸爸遇见我妈，说她因为乳腺癌去世了。因为她脾气一直很大，很爱生气。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没有多开心，因为我觉得打我几下罪不至此。我甚至有点自责，因为我觉得上学那几年是一个人性格的定型时期，该不会是因为我没反抗，把他惯坏了吧？所以如果重来一次，我会反抗，这也是在救我们2个，就应该我打他，让他装病去医院，或许能早点查出乳腺癌。我要教会他一个道理，打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健康。最后医学上说阑尾是身上最没用的器官，但它却救了我，为我的青春画上句号。切阑尾的故事，就是我的青春疼痛文学。只是我的青春疼痛不是左耳，是右腹。讲到这儿，谢谢大家。